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经验丰富的房地产经纪人走进了一个看似空无一人的房子，然而他却再也没有走出来。他的失踪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关注，直到真相被揭开，凶手的恶行才终于暴露。今天我们将追溯贝弗利·卡特谋杀案的背后故事，揭示他如何陷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陷阱，凶手又是如何最终被绳之以法。欢迎来到24探案。50岁的贝弗利·卡特住在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斯科特，她与结婚35年的丈夫卡尔有3个儿子，分别是小卡尔和克里斯托弗，还有查德和5个孙女。当她16岁时，贝弗利在一家汉堡店工作，遇见了将成为她一生伴侣的卡尔·卡特。在婚姻初期，贝弗利和卡尔面临诸多经济问题与感情困境，频繁搬家以维持生计。卡尔在建筑行业的工作使他常常外出，而贝弗利则全心全意照顾孩子们。随着最小的儿子上学，他决定重返职场，开启了他的新职业生涯——房地产经纪人。进入21世纪后，贝弗利考取了房地产执照，并迅速在行业中崭露头角。就在生活看似出现转机的时候，2003年，他的2儿子克里斯托弗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为了应对失去儿子的痛苦，贝弗利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努力寻求新的生活目标。2年后，他加入了莱克公司，凭借他的自信、幽默和迷人魅力，赢得了众多客户的青睐。2010年，贝弗利跻身全美前5名房地产经纪人的行列，事业蒸蒸日上。面对50岁生日的到来，他并没有选择安逸，而是开始训练，参加马拉松比赛，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拼搏精神。2014年9月25日晚上，贝弗利有一所房子需要展示，买家是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来自一个建筑密集的城市，想换个新环境。这里房子很漂亮，很乡村，很安静，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想快速买下它，他们可以用现金支付，这一切都很有希望。贝弗利一直渴望出售这个地方，由于经济紧张，销售额比以前少，所以他想把握好这次机会，希望这对夫妇会喜欢。他已经从事房地产行业10多年了，虽然他知道单独去见客户潜在风险，以前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问题。他总会把名字和地址写下来，和卡尔分享，以防万一发生任何事情。他告诉潜在买家，他会在下午6点之前到达房子，他可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顺便过来，为他和卡尔买些晚餐。他给卡尔发短信说，今天有一场墨西哥演出，稍后我请客。他告诉房源地址，斯科特老河大道1402号的地址，以及这对夫妇的名字，他就开车出发了。他几乎不知道，他所获知的姓名和详细信息完全是假的。1个小时过去了，又1个小时过去了，很快就到了晚上9点。卡尔开始紧张起来，但他试图说服自己。他找到他们的儿子小卡尔，他也在房地产行业工作，并告诉他的父亲，事实上当时并没有那么晚，他可能只是有点忙。有时候这些聊天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比预期的要长。但老卡尔不太确定，他直接去了房产的地址。在这里，他发现妻子的车停在外面，他松了一口气，他一定是在房子内。当他下车时，他发现前门敞开着，房子灯都没亮。他透过车窗看见他的包和笔记本放在副驾驶座位上。当他进房子时，房子里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贝弗利的踪迹。他抓起手机拨打911，房子很快就挤满了贝弗利的家人和同事。现在已经过了午夜，距离上次听到他的消息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在机构里最亲密的朋友都有一个秘密安全密码，他们会询问工作有关文件夹的问题，所以他最好的朋友布伦达发短信问他是否把文件夹
放在他办公桌前，但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复。每个人都挤在寒冷黑暗的车道上，只有警车的灯光。看到她丈夫的车上的电话也亮了起来，这是贝弗利手机发来的信息。他们完全松了一口气，直到他们读到短信说对不起，手机没电了，现在正在喝酒。实际上，贝弗利从来都不喝酒。住在房子对面的邻居告诉侦探们，在贝弗利到达之前，他们看到一辆黑色蒙迪欧轿车停了下来。他形容下车的男子是一名瘦削的白人男性，留着短发。汽车停得很奇怪，后备箱靠近前门，除外邻居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声音。贝弗利·卡特的失踪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搜索行动。警方联合他的家人、朋友及众多志愿者，在9月26日和27日展开了不遗余力的地毯式搜索。然而，尽管投入了大量资源，却始终没有发现与他失踪相关的任何有效线索。9月28日星期天，案件迎来了关键突破。当局透露，正在积极寻找一名被认为与贝弗利失踪有关的嫌疑人。当局向33岁的亚伦·刘易斯发出了逮捕令。杰克逊维尔警方公布了一张亚伦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脸部受伤。警方称这些伤是在车祸中造成的。车祸发生当天，调查人员利用手机数据追踪到贝弗利安排见面的潜在买家，最终找到了亚伦。他被发现持有贝弗利的手机。进一步调查显示，贝弗利曾拨打过一个身份不明的手机号码，该号码追踪到一家为智能手机用户提供免费短信和语音消息服务的公司。警方从该公司获取了记录，并根据数据追踪到亚伦位于杰克逊的一个地址。警方前往与手机数据相关的地址，发现一名叫亚伦·刘易斯的男子从一辆黑色福特蒙迪欧中走出来，与贝弗利到访时在斯科特住所发现的个人和车辆描述相符。执法人员在亚伦离开该地点开始跟踪他，然而在追捕过程中，刘易斯在转弯时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导致撞入沟渠。随后他因粗心驾驶和未系安全带而被传唤，并将其送往健康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在9月29日，当局以绑架罪名逮捕他。他有着广泛的犯罪记录，包括重罪盗窃财产。在接受当局讯问时，亚伦承认绑架了贝弗利，但拒绝透露他的下落。9月30日，通过手机数据分析，警方将搜索范围锁定在一家混凝土厂。这家工厂距离斯科特住宅约20英里，位于小石城东北约25英里的偏远地区。更为重要的是，亚伦曾在这里工作，所以对这里很熟悉。在工厂所有者的协助下，警方对厂区及其周边土地进行了详细搜查。当天下午，他们在厂房后方发现了一个浅坟。不幸的是，坟墓中的尸体被确认为失踪多日的贝弗利·卡特。随后，警方结束对他失踪调查，但贝弗利的离世让他的家人和社区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亚伦·刘易斯被指控绑架和谋杀罪，他在初步的庭审中进行无罪辩护。最初这起事件被认为是随机犯罪。警方表示，直到亚伦安排斯科特房产与贝弗利·卡特见面之前，他与贝弗利并不相识。亚伦将贝弗利描绘成一个独立运作且富有的房地产经纪人。然而进一步的调查揭示，亚伦并非单独行动，他的妻子41岁的克里斯托·洛厄里也被捕，并面临相同的指控。警方还发现了贝弗利与克里斯托弗之间的手机通信记录，显示两人参与了策划和实施绑架，最终导致了贝弗利的悲惨结局。在审判开始前，出现了几次延误，其中一次是因为亚伦坚持要解雇他的律师，决定自己在法庭上辩护。他明确表示，我不希望亨斯利先生继续代表我。我告诉过他很多次，
尽管法官提醒他，他还是被解雇了。尽管如此，亚伦在审前听证会上坚持为自己辩护，但显然他需要专业的法律文件和动议起草帮助。他抱怨检察官没有与他合作，坚称自己不需要律师，因为面对牢狱之灾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律师。最终，亚伦向法庭请求帮助寻找新律师。比利·詹姆斯随后被任命为他的辩护律师，导致审判日期重新安排。克里斯托决定接受认罪协议，他承认了罪行，以换取30年的监禁，并同意在亚伦的审判中作证。他承认了绑架和一级谋杀的指控。在他认罪之前，原本更为严重的死刑谋杀指控被减轻为一级谋杀。首席副检察官约翰逊对这个认罪协议持积极态度。他指出，让犯罪参与者愿意提供证词，可以为陪审团提供有价值的额外见解。亚伦的审判于2016年1月开始。控方叙述，亚伦和克里斯托挑选贝弗利作为目标，意图绑架他并索要赎金，迫使她的丈夫支付10万美元以换取她的自由。他们引诱贝弗利前往一处乡村房产，一栋挂牌出售的房子，打算在那里实施计划。然而当计划开始被识破时，他们放弃了赎金计划，转而选择谋杀贝弗利。亚伦用绿色胶带缠住卡特的头，最终导致他的死亡。陪审团强调，贝弗利的死是痛苦而可怕的经历。他在被亚伦用绿色胶带缠住脸的情况下，痛苦地挣扎着。阿肯色州犯罪实验室的查尔斯·斯科克斯博士证实，贝弗利的死因是窒息。在克里斯托为控方作证时，他表示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取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制定了绑架妇人，并向其配偶索要赎金的计划。他们专门针对房地产经纪人，因为认为他们财务稳定。克里斯托解释说，他们寻找的是一位已婚、经济富裕、独自工作的女性，相信她能够支付所需的10万美元。贝弗利符合这些标准，因此成为了他们的目标。他们用克里斯托和史蒂夫·亚当斯的化名联系了贝弗利，计划是亚伦绑架贝弗利，并将他关在混凝土厂的一栋废弃办公楼里，同时提出赎金要求。然而，计划因混凝土厂的意外改建而受阻。克里斯托告诉法庭，当他们在房子里遇到贝弗利时，亚伦扮演了史蒂夫·亚当斯的角色，并在克里斯托出门上班时一直陪伴着他。他回忆说，后来亚伦发来一张照片，显示贝弗利被绑架，并用绿色胶带绑在车的后备箱里。由于混凝土厂的变动，他们决定不将贝弗利留在那里。亚伦将他带回了他们在杰克逊维尔的住所。克里斯托证实，他是在亚伦已将贝弗利带走后才知道这些改变的。贝弗利被关在车的后备箱里。克里斯托告诉亚伦，你要带他去那里，我不想他在家里。在意识到没有其他可行的地点后，亚伦漫无目的地开车，担心被警察拦截，最终回到他们的住所。亚伦将贝弗利从后备箱抬出，关在浴室里。克里斯托则负责用电击枪监视他。亚伦拿到贝弗利的借记卡密码后，返回绑架现场去取他的钱包和银行卡，但到达时发现警方已经在场。控方指控亚伦和克里斯托强迫房地产经纪人贝弗利录制了一条12秒的勒索音频，威胁她的丈夫卡尔必须合作，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然而，直到贝弗利的尸体被发现，卡尔才得知这一信息。控方称，克里斯托和亚伦在意识到贝弗利在他们家中，并且警察已经介入搜寻后，决定放弃勒索计划。他们担心贝弗利可能在被折磨的过程中看到了亚伦的脸，并注意到浴室里写有亚伦·刘易斯名字的药瓶，判断如果他活着，将对他们构成重大威胁，因此他们残忍地用胶带缠住他的头部，使他窒息而死。
双手仍然被绑在身后。第二天，他们用铲子将他的尸体埋在一个混凝土厂的浅坟里。然而，辩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亚伦的律师向陪审团声称，贝弗利的死亡是一次意外发生在自愿性接触中。他们辩称贝弗利并非被绑架，而是自愿与克里斯托和亚伦发生了性关系。辩方进一步指出，贝弗利去世时亚伦并不在场，暗示他可能是在与克里斯托自愿的性关系中意外死亡。他们描绘了一幅贝弗利正经历中年危机的画面，指出她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过着秘密生活。他们强调了贝弗利婚姻和财务上的问题，并在庭审中向她的丈夫卡尔提问。卡尔承认了他过去的婚姻问题，包括婚后不久的不忠和一次醉酒后殴打贝弗利的遗憾事件，但他坚持说他们的婚姻近年来有了显著改善，强调他们对彼此和孩子的爱。亚伦对司法系统表达了深深的不信任，提到他之前与法律的纠葛。他承认最初认罪是为了保护妻子，因为他相信贝弗利是在与克里斯托的性接触中死亡的。他声称贝弗利没有被强迫录制勒索音频，而是使用了软件复制他的声音。但当被问及具体软件时，他说不记得了。经过短暂的审议，陪审团一致裁决亚伦·刘易斯犯有1级谋杀和绑架罪，判处终身监禁无假释可能。贝弗利的儿子在法庭上发言，表达了辩方对贝弗利婚姻的诋毁，对家人造成的巨大痛苦，强调其父母之间深厚而快乐的关系。2014年12月，克里斯托写信给当时的州长麦克·比布，请求减刑。他提到自己已皈依宗教并积极参与康复项目，希望在狱外履行社会义务。他写道，我们都从错误中学习，但我们的错误不代表我们是谁。我愿意做任何必要的事来证明我已康复，不会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然而他的赦免请求被假释委员会驳回。这一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悲剧，更是一场对人性正义和救赎的复杂探讨，提醒我们每个人行为的深远影响。好啦，今天的案件就讲到这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疑问呢？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的看法。记得保护好自己，也别忘了照顾好身边的人。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